嗨，大家好，我是阿斐，又到了我破解神话的时刻了。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世界上有没有巨人呢？或者是曾经出现过巨人？那我的答案是很肯定的。我为什么这么确定有呢？因为我今年去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巨人詹世钗的故居。詹世钗的故居呢，位于江西婺源县红关村，这里就是詹世钗的家了。你看，我们刚刚量了一下它的门高，大概有2.7米这么高，有2个我这么高，然后门宽有1.1米，比普通人家的门要宽，普通人家的1米不到，高度也是普通人家可能就2米左右。詹世钗呢，他有3.1米，也就是说他过这个家门的时候也要弯着腰低着头过才行。他是特别高的，对，他特别高。他这个常人以前他是蹬着头弯着腰。是，你都见过啊？我都知道。你都知道？因为他有那个后代的2个儿子。哦。常人，他那个照片呀，他那个一张报纸。挂在城市馆。根据婺源县志的记载，詹世钗出生于1841年，身高达到了惊人的3.19米。他的父亲詹真仲、哥哥詹世忠，他们的身高也有8尺以上，也就是现在的2.4米。这位原本在上海帮三哥詹世店造墨的年轻人，很快就被一位经商的英国人发现，并聘请他到英国伦敦表演。他不仅被洋人称为中国巨人，而且据说他极具语言天赋。在巡演期间，他还学会了10多种西方语言，实在是太优秀了。你以为詹世钗是特例吗？那你就错了，因为在近代的考古挖掘中，巨人的骨骸正一副又一副的被挖掘出来。在河南贾湖遗址，这个因9000年前的骨笛而闻名于世的地方，这里的史前男性平均身高竟高达1.8米。那个合葬墓那个男的，就是这个干骨头是1.89米。你要是贴上头皮，贴上肉至少得1.9米。这个女的是将近1.8米。如果说贾湖的发现只是高人，那么山东大汶口的发现，那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巨人部落。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身高异于常人的骨骼，他们的平均身高普遍1.8米、1.9米以上的比比皆是。而在更西边的新疆昆岗古墓群，一具4600年前的男性骨架身高竟然达到了2.3米。在甘肃庆阳的镇原县大原遗址，4900年前的遗址当中，也发现了身高2.2米的从玉巨人。在陕西过峰楼遗址，还发现了一位4200年前身高超过1.9米的巨人少年。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考古铁证，巨人是在我们的史前时代真实存在的。那既然巨人是存在的，那么那些关于巨人的神话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真的呢？其中一个最古老的也是最著名的，莫过于《圣经·创世纪》中的记载。那他提到，在大洪水之前呢，有一群被称为拿非利的巨人行走于大地之上。这句话是这么写的：那时地上有伟人，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几千年来，这就一直被当作神话。但经过我的研究发现呢，它既不是尼安德特人，也不是我们的智人祖先。但是他和我们的智人祖先和尼安德特人呢，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就是丹尼索瓦人。在2010年，科学家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中发现了一个女孩的小块指骨。通过骨 DNA 技术呢，他们证实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块骨头呢，既不属于尼安德特人，也不属于我们现代智人，它属于一个全新的、早已经灭绝的幽灵族群——丹尼索瓦人。而我们对它的了解呢，也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惊人发现而逐渐清晰起来。西伯利亚的洞穴发现的数块大臼齿，还有腿骨，还有指骨。然后青藏高原也发现了16万年前的下颌骨，台湾澎湖水道发现的下颚骨，还有老挝山洞中发现的臼齿。近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古人类学家本斯维奥拉展示了第一块丹尼索瓦人的头骨碎片，这么一块杯垫大小的颅顶骨。他说，这块厚重的骨头碎片意味着个体体型庞大，与先前在洞穴中发现的巨大牙齿相互印证。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这是一群遍布亚洲、身材极其高大而且骨骼强健的古老巨人族群。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我们的直系祖先智人确实也曾与丹尼索瓦人发生过基因融合。
圣经中的神人交合的古老传说，竟然在数万年以后，以某一种我们未曾设想过的方式得到了科学的印证。拿非利人的传说呢，很可能就是我们祖先面对的这个真实存在的巨人时期所留下的模糊记忆。那么现在这些巨人又去哪里了呢？詹事差之后，为什么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巨人了呢？我再次从中国的国语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国语鲁语下，无伐越，堕会稽，或古焉，节专车，伍子使行人，聘于鲁。问于孔子曰：吾何者最大？仲尼曰：丘闻之，习于至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于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这段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在春秋的时候，吴国打越国，摧毁了会稽城，挖到了一根巨大的骨头，仅仅是一节骨头就需要一辆车来装载。吴王派遣的使者访问鲁国，使者呢就趁机向孔子请教什么骨头是最大的。孔子说：我听说呢，上古时代大禹在会稽山召集部落诸神开会的时候，防风氏迟到了，大禹便将他处死示众，他的骨头一节就有一辆车那么长，这应该就是最大的了。这个故事由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口中亲口说出，是否暗示着什么呢？据史书记载呢，孔子的身高达到了9尺有6寸，换算到今天也是超过2.2米。那我在海昏侯出土的最早孔子画像中也看到他的形象，确实也是鹤立鸡群。这个孔子的像虽然已经看不清了，就是受损了，但是还是依稀能辨出他的脸特别长。你看，跟隔壁的颜回是不是他的脸是长了将近一半？他为什么这么长呢？不知道呢。说不定他真的是有异象。相传孔子有身高9尺，非常高啊，9尺将近2米多，你是天生异象的圣人。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孔子像，在海昏侯墓发现。这是否也意味着孔子也是巨人的后裔呢？那么大禹真的是因为防风氏迟到而杀了他吗？我觉得原因没有这么简单吧。那这很可能是一次政治事件。那你想想，一个身高正常，然后新兴的一个智人领袖，他是需要通过一个罪名来将一个古代的巨人部落首领给处决了。那这原因呢，也和三苗国是很有关系的。那我在下一集会详细解说。那么防风氏的后裔呢，又逃到哪去了呢？继续看国语鲁语下是怎么写的。客曰：防风何首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风舆之山者也，为妻姓，在于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使者接着问孔子，防风氏是驻守在哪里？那孔子回答说，他是汪芒氏部族的君主，负责守护封山和虞山，姓戚或者是姓黎。那这个族群呢，在于夏商3代时被称为汪芒氏，到了周朝他们便称为长狄，而在今天春秋时期呢，称为大人。长狄呢，在《左传》和《史记》等众多先秦的史籍当中都有真实记载过，屡次侵扰过中原各国的北方部族。那史书也明确记载过他们身材很高大，骁勇善战。而大人国呢，《山海经》给出了一个线索：海内北京，大人之势在海中；海外东京，有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萧船。线索在这里清晰地汇合了。很显然，他们是在海上，而且他们有卓越的造船技术。这是否就是一场史前大战的结局呢？防风氏战败以后，他的部族一分为二，一部分向北成为了史书中所提到的长狄，另外一部分呢，则凭借着杰出的航海技术向东逃入了浩瀚的太平洋。那么丹尼索瓦人的后裔呢，一部分去了北方，一部分出海，还有一部分可能从未离开过藏地。那这些未曾离开过的丹尼索瓦人的后裔呢，有哪一些我们可能是耳熟能详的呢？比如位于青藏高原的释迦族，诞生了丈6金身的佛陀，也就是近4米高的释迦牟尼。还有呢，就是高达2丈3尺，相当于现在5.31米的阮翁仲。当时秦始皇任命他为司隶校尉，秦代的石像生的原型呢，就是来自他，而且他是来自南海郡。另外还有家喻户晓的山东孔子。也就是说呢，留在东亚大陆的丹尼索瓦人的后代还依旧保持着身高优势，成为了普通人眼中的圣人或者是将领。那随着他们与东亚智人的融合，现代东亚人几乎都有了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而基因检测呢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再看一遍丹尼索瓦人的基因分布图，在欧洲几乎为0，在西伯利亚比例很低，
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浓度最高的地区呢，恰恰就在菲律宾、美拉尼西亚、还有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这条基因的迁徙路线呢，和我推导出来的神话逃亡路线完全一致。那这条线索呢，将我们之前的谜团都串联了起来。复活节岛上那些建造了宏伟摩埃神像的高大长耳族人，还有夏威夷神话中那个雕刻了纳帕利海岸的普尼巨人，纽西兰毛利人记忆中那个皮肤白皙、红头发的巨人，那么可以肯定，巨人就是东亚的古老族群。那其中一支呢，比如防风氏呢，就在战争中落败，但是他的后裔呢，携带着高浓度的巨人基因，前往太平洋，开始了一场史诗般的远航。他们跨越了太平洋，将巨石技术、天文历法和关于祖先的模糊记忆带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海外孤岛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所有东亚人，包括你和我，体内都带有了丹尼索瓦人的基因。那为什么我们没有3米高呢？正如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在他划时代的著作中《猿、巨人与人》中提到，人类的演化呢，并非是一路变大的，而是在某一个节点之后开始了矮化。为了更好的在农业社会中生存，更节省能量，矮化成为了一个演化优势。那这就是为什么在岛国上的人，甚至比其他地方的人还更矮一点。菲律宾的尼格利托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也被称为小黑人，平均身高在1.5米左右。在他们身上呢，也有神秘的矮人故事，以后我会讲到。最后总结，巨人其实并没有消失，它就在我们东亚人还有东南亚岛屿上人的血脉里和基因里。好，我们下集再继续追踪各种图腾和神话。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是阿斐，下次再见。